Hello，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那我们现在开始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那这个星期呢，也是情人节啊，那这个情人节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那我的情人节呢，就过得非常的充实啊，毕竟星期五是 GMT 啊，那一天的晚上也是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啊，而且在星期六周末的时候呢，也在准备今天晚上的直播，所以呢，今天晚上的直播内容会非常的丰富啊。那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打个招呼，不知道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呢？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准备了4part啊，4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你们想听哪一个多一点的啊，就可以来投票啊。你们想听的内容如果是想听 A 的话啊，那我们 A 的部分会讲的更多一点。那如果你们对于某一些部分没有什么兴趣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在那一部分就是略微的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去你们想听的部分讲多一点啊。那 A 呢，就是中港股啊，在过去的1个月已经是涨了这么多了啊，因为之前我们也讲到，因为 AI 的崛起也带来了很多的机会。那现在中港股还能买吗？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打个 A，我们来看一下。那 B 呢，就是美股后市的分析。在过去美股的市况也是非常的动荡啊。那现在美股又怎么看呢？那如果你对美股有兴趣的话，可以打个 B。那 C 呢，就是如果你想改善你的投资回报的话或者是想找一个能够捕捉10倍股的策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写一个 C。而 D 呢，这个是我们跟团队一起来商量之后推出了一个前所未的一个礼物，而且这个礼物呢是免费的。如果你对这个礼物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个 D。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对哪一个部分更有兴趣一点啊？OK，那目前我看到比较多的同学们观众朋友们也是对 A 有兴趣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对于 B 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在讲到市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讲得更加仔细一点那顺带一提，今天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的直播只有我一个人去做呢？那其实切法法这个星期呢，他是去了游学去了旅游。那他这一次呢，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去做这个直播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呢这个星期的直播内容是跟以往一样，甚至我会给了大家更多的干货给大家所以大家也记得留到最后哦，毕竟我也准备了一个免费的礼物送给你们了。OK 我看到有一些人也对这个礼物有兴趣。好，那我可以在这个直播的最后给大家来重点的讲一下这份礼物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份礼物呢是蛮 crazy 的毕竟这个是第一次推出那你知道我们第一次推出的礼物通常都是抱着一个先付出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喜欢给予远超价值的礼物毕竟这个也是想回馈给观众朋友们、粉丝们的一个好的心意OK，好，那我看到很多人也对 A 是最感兴趣的那我们来先讲一下中港股的部分，好不好？那在我们开始讲到港股之前呢，也是想讲一下，其实呢，我们也是比市场更早一步的看到中国和港股的崛起尤其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候基法法在 GMT 他有分享过其实当时候的港股呢估值是最低的，而他也看到了一些因素，而他也看到未来这些中概股有一个很大的概率会有一个崛起那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也在 YouTube 里面拍了一个视频，他也在 GMT 里面有多次提到了中国的 AI 竞赛他也非常看好中国的 AI 的概念股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2个月七法法也在过去捕捉到了很多的机会，当然也不只是七法法我看到也有很多的 GMT 的同学也是有捕捉到这个机会在这波涨幅当中也是赚了不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这一次的涨幅当中把握到这个机会呢？如果你有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分享一下喜悦
OK， 哇，很多人也说有啊，包括我看到有的那个投票啊也是蛮多的啊。那这里也恭喜你们啊，你们也在我们直播当中也是有所收获的啊。那这里也是恭喜你们。那好了，我们讲到了下一个部分。虽然我们看到最近港股是涨了不少，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恒生指数的 PE 的估值的话，其实现在也只是在一个一般的水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表，下面这张图表是什么呢？你也看一下红色那条线，其实就是恒生指数的股价。那如果你看一下蓝色那条线的话呢，就是恒生指数的市盈率或者是台湾叫本益比PE。那这个图表并不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去看的，而是我们要看一下到底它的市盈率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过低或者是过高的情况。那如果出现过低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现在恒生指数估值过于便宜了很大的概率会有一个反弹。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的时候，恒生指数的 PE 是到了10以下，而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候呢，其实就是经历了金融海啸，股价呢在当时候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调整。而当恒生指数的 PE 调整到了10以下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随后很快它就出现了一个反弹又或者说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候呢，港股也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调整，而当时候恒生指数的 PE 也是到了10以下出现了过低，而在那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股价也很快出现了一个修复而随后这个 PE 又涨了上去。又比如说在2020年和2022年的时候当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恒生指数的市盈率也到了接近10，或者是在10以下。而在那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因为过于便宜了所以呢也可能会吸引一些机构投资者去进场。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当这个恒生指数的市盈率跌得太低的时候就像那个主人与狗，当这个狗跑得太落后的时候它也会慢慢的追上这个主人而你也可以看到股价跌了过低之后也是会有一个修复的。又或者说在这一波涨幅之前你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前呢恒生指数的 PE 也是非常的低的比如说这里是恒生指数几个月前的 PE 你可以看到是10点几也是接近于10，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第一个最近港股涨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 AI 的复苏包括很多的投资者也看到原来中国它是这么能干的虽然被打压了，但是它也能产出这么强劲的一些 DeepSeek 的软件而在最近你也可以看到这些 AI 的概念股也是涨了不少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过去恒生指数的估值是在一个过低、过分便宜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呢，它是修正了所以呢，这个恒生指数在最近也是涨了不少当然，虽然现在涨了不少。但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是在2天之前的一个数据现在的恒生指数的市盈率呢是在13.26那现在也只是在一个一般的水平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现在恒生指数涨了这么多，是不是已经很贵了呢但如果我们来拉长远一点来看一下过去的20几年的数据的话，你会发现现在的市盈率呢还只是在一个一般的水平所以长远来看它还是属于一个一般还没有到很贵的程度。OK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投票我看到也是有蛮多的人，他也是有说他有把握到这个机会那也恭喜你们那除了有投票的人之外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在留言区里面，他也分享到他在最近也是有把握到这次港股涨的一个机会非常好。那好了，刚才我们讲到，现在只是在一个估值一般的水平，那是不是代表着我现在听了我的直播之后，明天
就能冲进去这个这个股市啊，去买一系列的股票呢？啊，是不是可以这样呢？啊，那如果你是有这个想法的话啊，其实你要小心，可能会犯下一个散户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呢散户经常犯的就是他们会在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非常亢奋，而他们通常犯的错误呢，就是可能已经这个股市到了一个阻力的位置的时候啊，你就去买入了啊，而当股价到了阻力位置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概率会出现一个回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其实是恒生指数的周线图。那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恒生指数呢也是每一次反弹到了2200-2000多点的时候啊，这里呢其实是你可以看到好像是有一堵墙挡着它，不让它上涨，而是有卖压出现，从而导致恒生指数是有一个回调的包括2023年的时候当时候你看到恒生指数有一个反弹到22000多点的时候又再次受挫，然后下跌。包括2024年10月份的那一次，你也可以看到，它也是轻微的涨破了这个阻力的区间但是呢，很快它就有一个回调，有个调整。而这一次呢，你也可以看到，恒生指数呢它在过去的2-3个星期涨得非常多，而现在也是涨到了这个关键的阻力的位置。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代表恒生指数在未来1-2天它肯定会跌，并不是这样的。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概率学来看的话呢，它通常涨到一些阻力的区间的时候，它能够继续突破你去在这个时候买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买，你的胜率或者是你的盈亏比通常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很好，你的胜率呢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所以这个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港股还能买吗？你要小心的是，现在的恒生指数已经是到了它周线图的一个关键的阻力，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观察的就是，它能不能成功克服到这个关键的阻力又或者是它如果之后有出现回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股票它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比大盘更加强势的所以那些就是我们要值得去留意的一些好的机会那所以讲到这点，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在时时刻刻去装备自己去学习。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恒生指数突然间涨你好像根本是来不及反应，对不对所以如果不是我们之前就一直装备自己的话，当这些机会来临，我们是很难去把握得到的比如说788，这个是它过去1个月的股市的回报。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呢不在香港它在外地，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在埃及游学的一个照片一个旅游图片那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呢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看股票，而它的股票呢是能够为它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回报过去1个月赚了超过1000万而它的这个股市的回报也能够帮助它去为它资助它去旅游所以这里也想带出我们要时刻的装备自己，才能够把握到这些机会，才能够捕捉到这些10倍股。那如果你也想跟我们来一起学习的话可以在留言区了解更加多。好了，那我们来讲下一个部分之前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的环节，也是想在这里呢讲一个最近的一个新闻。那最近呢在前2天 NVIDIA 它透露它最新的持股，那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股票它确实涨得不错好像这个 WRD 它好像涨了接近1倍耶。那我们可以跟着这个黄仁勋无脑的抄作业吗？你觉得能抄作业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写能。如果你觉得不能的话那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你的看法为什么不能呢？你都可以去写一下，我们来跟观众朋友们互动一下，看一下你们是对于这些股票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觉得能投资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在这个季度也是做了蛮多的动作的第一个ARM这也是
一个行业的龙头之一啊，它在最近呢是逐渐的抛售了一点的股票啊。那另外呢还有 YNDX，包括还有 WRD 啊，这两个股票呢也是它最近新开的一个仓位啊。你可以看到啊，它最近这里是最近买入的。而它抛售的股票呢有3个啊，第一个是 NNOX， 然后另外还有2个是 SERV， 还有一个是 SOUN 啊。那这3个股票它在最近呢也是透露它是有抛售这些股票的啊。那问一下各位同学们呢，你们觉得他的功课可以无脑的去抄作业吗？哇，我看到有个Jenny 说可以抄啊，或者是有个叫悠悠的说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抄作业。那如果你是觉得他是能够无脑的看一下他买了什么股票，看了那个号码之后去无脑的抄作业的话呢，那我就觉得就像是你没有驾照的去开一个法拉利。为什么呢？虽然你看到他公布了他买入了 WRD 之后右边那张图你看到最近的那一次那一天哇，它涨了接近1倍耶但是呢你可以看一下左边的那2张图，一个是 SERV， 一个是 SOUN 如果你之前买入的原因就是因为 NVIDIA 它有持有过这个股票所以我就买入吧。结果你看一下在星期五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毫无预警的突然间做了韭菜一个股票 SERV 它1天之内跌了接近40%，还有另外一个股票 SOUN 它是1天之内突然间跌了28%所以如果你是觉得因为 NVIDIA 它持有了 SOUN 因为 NVIDIA 它持有了 SERV 所以你去买它吧，去抄作业吧结果他突然间走了他走了之后才告诉你我走了然后股价就突然间跌了30%，跌了40%那你就突然间做了一个韭菜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投资股票想赚钱的话单独盲目的去抄作业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像我给你一台法拉利，如果你是没有驾照的话就算那台车是台好车，你没有驾照的话你可能会在高速公路上炒车，就是这样所以呢我看到有个同学说Jensen Huang ran away， 哈哈对，没错，他就是这2个股票走掉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想在股票市场当中想持续稳定的赚钱的话你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你要先装备自己无论是你要学习基本分析去寻找一些拥有好的基本面的公司它拥有好的生意模式的公司又或者是你是透过学习技术分析去寻找到底这个股票什么时候它才有一个比较高的一面去买无论你是学技术分析还是基本分析，你都要去事先的做功课而并不是盲目的去抄作业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美股那美股呢在过去的1-2个月都是一个调整的市况。那你可以看到相比港股好像美股真的so boring非常的闷好像没有什么走势。而最近呢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这个报告呢就是去访问一些散户的对于后市的看法。那在最近的一个星期这个是2月12号最新的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呢，就是看涨的人这个人数的比例变得非常的少，只有28.4%。而如果是未来看跌的人呢你可以看到是到了47.3%也就是接近一半的人他对于未来6个月的股市是看跌的。甚至呢这个百分比是比去年8月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候呢日元有一个拆仓潮当时候呢美股包括全世界的股市都是有了一个很快速的下跌，当时候呢也是造成了很多的恐慌而这个星期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很多的散户他们甚至要比去年8月份的时候还要恐慌这个恐慌的比例
要比去年8月份更加的高啊。所以这里呢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这些散户的情绪现在呢是到了一个极度悲观的情况，而它到了极度悲观的情况是有什么信号呢？其实这个也是有利于后市去发展的。那为什么会有利于后市发展呢？我这里给大家猜一下为什么呢 ？OK， 那我也看到有个同学说美股现在是到了 Stage 3，OK， 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呢？那我也想听一下这位同学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OK， 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极度悲观的时候是有利于后市的发展吗？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可能一般的人听到的就是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当市场极度悲观的时候我就贪婪，对不对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散户的情绪极度悲观的时候是有利于后市发展呢？我看来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有些人说 FOMO， 那为什么 FOMO 会有利于后市发展呢？看一下有没有观众朋友们知道为什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有些人说大户会进去OK， 那这个答案呢，讲的非常非常就大道至简是讲的蛮不错的。而我接下来呢会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好不好那我也希望能够简单的讲解给同学们你们听。那为什么会有助于后市发展呢？其实当散户的情绪非常悲观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干什么？就是把他们手上的股票抛售，对不对？而我们站在对立面如果我们是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容易去吸收市场上面的浮动筹码。而为什么要吸收浮动筹码呢？因为如果一旦吸收了市场的浮动筹码之后呢，市场上面的流通量就变少了而自己的流通量就变多了。而这也是有助于大势如果想推升股价的话，市场上面的流动量少了，而它只要之后稍微的买一下它就能更容易的推升这个股价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当散户情绪出现极度悲观的时候，也是更有助于后市的发展那如果你听得明白的话，请 OIC。我看到有个同学的留言非常搞笑就是说 cut 高 vegetables 割韭菜是不是？你想讲的是非常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原因。那除了这个原因讲到散户的情绪现在是绝对悲观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最近呢也有可能会导致美股可能会有一个涨幅，就是最近呢特朗普他也有了一个谈判，他跟普京打了一个90分钟的电话他跟他们说他们最近呢会开始谈判，希望能够结束掉这个俄乌的冲突俄乌战争。那如果一旦这个战争能够解决掉的话能够结束的话那市场上面的其中一个隐忧或者是黑天鹅消失掉了，那这个也是有利于股市能够继续往上涨的。那虽然过去1个多月美股也是在一个调整的市况，而之前我也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当在调整市况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容易去寻找那些强势股和倍升股所以这一次呢，我也是在市场调整的时候找到了一些强势股，在今天分享出去。比如说这个是 CrowdStrike 我记得 CrowdStrike 在半年前是人人唾弃的因为它那个网络事件所以当时候股价确实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但是呢，最近我有看到它好像能够修复失地，甚至在1个月之前，它是能够破新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判断到，它就是一个强势股它拥有强势股的特征，它比大盘更加的强势甚至呢是比大盘更加早的突破新高。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在 JP 分享到，
这个股票啊，包括这个行业啊，网络安全的行业，在最近呢也是相对其他的股票，相对其他的板块能够跑赢出来。而我当中指出了一个最强势的股票就是 CrowdStrike，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候呢我是寻找它有没有一个能够有一个轻微调整的机会让我们去做 pull buy 如果你不懂什么是 pull buy 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课程我当中有更详细的去讲解到而你也可以看到强势股的一个特征就是当大势在调整的时候它是相对比较抗跌，甚至是能够逆势上涨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的美股它都没有什么方向，只是涨了一会儿又跌，跌了一会儿又涨就在一个区间里面不断的走动。而你也可以看到强势股呢，比如说 CrowdStrike 在最近的2个星期，它就已经涨了17%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回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强势股呢就是 Duolingo 一个学习语言的一个平台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在1月底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强势股的信号当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它会不会能够突破一个枢纽点，而这个时候呢我也把它放在了我的观察的名单当中，去密切观察它之后有没有一个机会突破而随后你也可以看到在DeepSeek 的那次事件之后它是能够修复失地，并且在第2天马上突破了那个枢纽点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强势股它就是这么强势，当大盘还在调整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突破了。而在那天之后到现在呢大概是3个星期的时间，在这3个星期里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可观的回报大概是33%那在这里呢我也是在 GMP 不断的分享我做到了一些功课并且呢在 GMP 里面我也看到了有些观众有些同学们也是做了功课之后有把握到这些股票那我也是非常恭喜他们那另外呢这个股票在最近公布的业绩之后也是涨了30%突然间又好像很多人关注了它一样这个就是 AFRM。其实呢这个股票我在半年前的时候已经在 GMT 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在当时候呢我是用了一个选股5部曲的框架我们教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不只是用技术分析去看这个股票我甚至呢是用了基本分析甚至呢还看了整个行业一起去整体的去研究了这个股票并且呢在当时候这个股票呢还只是30多块而现在呢你也可以看到在短短的半年之内这个股票呢已经是涨了1倍所以呢无论你是用基本分析也好技术分析也好只要你有装备自己，其实呢你也是能够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能够赚钱的那除了 AFRM 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股票也是透过了用这个选股5部曲包括之前基发法有讲过的寻找10倍股的投资秘籍当中，我们有教到的一些内容都有用进去，去把握去寻找这些10倍股。比如说下一个是何塞那这个何塞可以说是最近这半年其中一个最强势的股票这个也是我们在监评里面有提到的基发法我记得它是在1-2年前还是2-3年前就已经有提到了这个股票它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讲到了它是一个汽车雷达包括它在过去几期的直播当中，它也分享到这个股票它的一些看法当然它也分享到它为什么在一个低位这么有信心的去买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回看一下，而你也可以看到它发掘的这个10倍股呢在最近呢短短半年之内是涨了接近5倍是有一个非常丰厚的回报你也可以看到七发法在这个股票身上也已经是赚了超过10倍的回报。那当然我们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比如说有些同学们他在这短短的1-2个月之内赚了50%，也有一些同学们他在这个股票里面短短的几个月赚了3倍的回报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如果你是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GMT 一起来捕捉这些10倍股，一起来寻找下一个10倍股的话呢这里呢我也是邀请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比如说
如果你想好像七法版那样啊，可以一边去旅游一边去捕捉这些10倍股的话啊，你可以看到它过去在短短的1个月已经是赚了超过1000万了啊，非常丰厚的回报啊。如果你想像它一样，能够跑赢所有大市的指数的话啊，又或者是像我们的同学啊，比如说有一个叫梁二的一个同学啊，在过去参与了 GMT 2、3个月，已经把学费赚回来了，甚至呢，有些人他甚至是把这辈子的学费都赚回来的话啊，那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话啊，真的啊，非常建议你们趁着这个机会啊，港股这波涨幅，包括美股的之后的机会啊，我最近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当然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的话啊，你是机会来临了，你也很难去把握得到啊，所以呢，在这边也是邀请你们啊，如果你是没有参与过 GMT 的话啊，在这边啊点击我们的那个留言区的连接啊，来了解更多。OK 啊，那好了，那如果你对 GMT 有兴趣的话呢，啊，可以去点进去我们的链接了解更多。那我们来去下一个部分啊，下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我们的免费的礼物啊。那这个礼物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啊，而且是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份礼物啊。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啊，就是最近啊，我们也是跟台湾最大的一个股票社群啊，C-Money 去做一个合作啊。那我们的合作呢，合作的产品呢会在未来去推出的，所以呢，这里也是敬请大家留意。而在这里呢我也想送一份礼物给大家啊，你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面点击一下我们最新发放的那个链接啊，这个是我们跟 C-Money 联合合作的一份礼物啊，这里呢也是想送给大家啊。那在不久的将来啊，我也是会是成为他们这个社群里面第一个全球的海外，并且是目前而言最年轻的一位技术分析的专家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家也敬请期待我们最新的合作啊。所以如果你们想领取这份礼物的话，可以记得点击我们最新的链接。当然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下这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 C-Money 去合作呢？一方面我们也是看到在上面也是有很多的观众，很多的听众是我们的粉丝。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非常认可我包括也是看了我们的 YouTube 视频包括他们也是有了解过我们的那些策略他们也是非常认可的所以呢，在现在呢我们也是正在合作并且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推出所以呢，大家也记得敬请期待并且也多多支持我们如果你们想领取这份礼物的话记得点进去免费领取这份礼物。OK 当然要投资先求知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寻找全世界的机会和市场的话大家也记得点进去 GMT 了解更多。OK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那很遗憾这次的直播呢没有到1000人，所以呢大家如果问了股票的话我们也没有回答所以呢大家也记得下一次这个直播到1000人，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对于股票的一些看法。好，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加入 GMT，一起来把握机会。那我们下次再见。